多人多少都听过选择权，但不太清楚它跟期货、权证、期权有什么不同。另外，也有很多人常常会疑惑，台股选择权跟美股选择权两个有差吗？到底差在哪里？我接触选择权也一阵子了嘛，我发现大家听到这些名词就会下意识的觉得，这个很危险、很复杂，就会懒得研究。但其实我深入了解后，发现它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那么可怕。这对本金不多的人来说，它很有机会成为每个月帮自己多赚一点钱的工具。所以今天这支影片我会分享选择权跟其他商品的差异，还有台股跟美股的选择权有哪些不同，以及最后哪一种我认为更适合一般人操作，可以让资产配置更灵活，每个月能多赚一份收入。如果你也对选择权有兴趣，想靠它达成每月加薪的目标，那或许这支影片会对你有帮助哦。现在在台湾，很多人听到选择权，脑袋里常常同时冒出另外3个名词，包括权证、期货、期权等等。虽然这些名字听起来都很像，规则上也都有类似买方跟卖方的角色，但他们彼此间其实是对应着不同的权利跟义务。像我们就简单快速的了解他们之间的差异。首先，第一个是权证，权证是必须具备一定条件的机构才能发行，像是券商，所以它的数量是有限的，而且规则完全是由发行商来决定。如果以生活中的比喻来看的话，有点像我们去游乐场玩，会先买一些代币，那这个代币怎么用、怎么玩，可以玩哪些设施，能不能退，基本上都是这个游乐场说了算，我们就是跟着它的游戏规则走，没有太多的弹性。至于期货，期货跟选择权一样，没有特定的发行商，只要市场里有人买、有人卖，合约就可以成立。那它们两者的差别在于，期货是一旦签订了合约，买方跟卖方在到期日的时候都必须要履约。就好像我们签了一整年的健身房会员，不管我们中间有没有去运动，都得乖乖缴钱，有点像是这样的概念。至于选择权，选择权的买方会拥有选择的权利，在到期日的时候可以决定要不要履约，就有点像保险，我们付保费可以换来在未来发生事故的时候有申请理赔的权利。可是如果最后没有用到，那也没关系，因为我们就只是买了一个有权利但我们没有义务的一个商品。所以结论是，权证不代表选择权，期货也不是选择权。选择权最大的特色就是可以选择要不要履约，而不是像期货或权证一样弹性比较小。那了解完这些基本的不同之后，接下来我们就把焦点放回这支影片的主题——选择权。很多人不知道美股的选择权跟台股的选择权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差异。那问题来了，哪一种更灵活、更适合每月加薪的小资族呢？所以接下来的内容我会根据自己找的资料，还有我过去操作的经验，分享这两者具体有哪些不同的地方。首先，第一种不同，一个是欧式选择权，一个是美式选择权。在选择权的世界里，总共分成2大类，一种是欧式，一种是美式。这里的欧式、美式并不是说在哪个地区交易，而是代表行使权利的时间，它们规则有些不同。台股选择权是欧式，而美股选择权属于美式。欧式这种选择权只能在到期日的当天才能行使合约上的权利，就好像我们买了一张高铁票，我们只能在票面日期那一天搭，提前或延后都不行。至于美式的选择权，则是在到期日之前的任何时间都可以行使权利，它的概念比较像是一张兑换券，只要在期限内，随时都可以拿去兑换。第二，要比较的是标的商品。选择权是一种衍生性的金融工具嘛，它是基于一种标的来签订的契约。这个标的可以是股票、指数、商品，例如说黄金啊，或甚至是外汇等等。那在台湾比较常见的是指数选择权，也就是大家常听到的台指选择权，股票的选择权比较不热门。至于美股，则是股票选择权更加的普遍，毕竟美股的公司交易量大，规模更大，只要不是太小的公司，几乎每一档股票都有选择权可以操作。而且除了科技股，像是保险、零售、食品、日用品这些民生产业的公司，都有蛮活跃的选择权市场。那这对普通投资人来说有影响吗？其实有。对一般投资人来说，标的越多，就越容易挑到符合自己需求、自己偏好的商品。就像有些人就是不爱半导体、科技类股，比较喜欢买稳稳的民生股、金融股等等，但这在台湾选择性可能就比较少。第三，流动性与市场规模。流动性可以看成市场的活跃程度，美股的市场规模相对比较小嘛，所以在选择权的合约里，成交量其实没有那么大。那这代表什么呢？可能我们挂单后不会马上成交，或者就算成交了，成交价可能跟你的理想价位还有一定的落差。对投资人来说，看起来可能只是一点点价差，但加总起来却会影响报酬率，甚至本来可以小赚的单
单子可能就变亏损了。所以换句话说，流动性不足可能会迫使我们牺牲部分的获利空间跟时机。那相对的，美股市场比较大，像苹果、特斯拉这些大家熟知的大公司，这些股票的选择权每天的交易量都非常高，关灯之后只要不要跟现价差太远，几乎随时都可以成交。那交易量大，价格也会相对公平，比较不用担心卡单或成交价不理想。所以从投资人的角度来看，流动性高还是有几个好处的。第一是价格会公平，买方卖方多，竞争比较激烈，那价格就会比较接近合理价。第二是操作更灵活，想停损、想加码、想调整部位，不用担心卡单卡很久，基本上都可以马上执行。第三是风险更可控，不会因为市场冷清就被迫接受不合理的价格。不过话说回来，虽然美股的整体规模大，但也不是所有股票的流动性都那么好。如果挑到冷门的小型股，也有可能会遇到跟台股一样的问题。所以我也不是要踩低捧高，而是想提醒，成交量不足可能会有买卖延迟或获利被吃掉的情形。看完台股跟美股的差异后，最后统整一下，如果我有一笔闲钱，想投资不一样的商品，多赚一份被动收入，我会怎么选呢？其实从刚刚的内容，你也可以感受到，在同样的条件下，台股的限制包含产业比较集中，标的选择有限，流动性不足，才会让新手投资人处于比较劣势的状态。那美股因为产业多元，市值庞大，选择丰富，流动性也高，所以我个人觉得对新手来说，美股选择权更能弹性灵活的运用自己的资金，帮自己加薪。总结本期影片整理了台股选择权和美股选择权的差别，它们不管是标的种类、履约价、流动性，甚至合约类型，其实都有蛮大的不同。那这些制度设计其实也没有绝对的谁好谁坏，每个人有自己喜欢的、适合的操作方式，重点还是看这个商品对自己来说能不能灵活操作，还有报酬是不是足够稳定。那我自己操作美股选择权也超过4年了，我的感觉是，虽然选择权的波动比股票更大，但波动大不代表风险高，只要懂得挑选标的，选择自己适合的策略，就能根据自己的步调和本金，慢慢的累积一份可以复制的现金流。如果你也想更具体的了解我是如何通过美股选择权达成每月加薪的目标，可以填写下方表单领取我最近写的电子书，里面分享了我过去几年的操作心得与方法。希望今天这支影片对你有些帮助，那我们下次见咯，拜拜。